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的全球科技排行榜每周 Top 10，马上开始播报。星舰的筷子实验已经过去一段时间，后续进展如何呢？ SpaceX 本周发推宣布，第二代星舰的第一艘飞船编号 S33刚完成静态点火测试，整个过程持续了10秒，这标志着星舰第7次轨道试飞已准备就绪。据 NASA 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透露，预计下一次发射将在2025年1月11日进行。S33号星舰采用第二代猛禽发动机，本次实验中有6台发动机实际参与了性能测试，结果显示推力输出、燃烧稳定性和材料耐久性都达到合格水平。随后 S33将被运往发射台和第一级超重型助推器进行组装，完成后火箭整体高度将达到122米，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。如果 S33本次试飞成功，星舰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船。大家祝福马斯克吧。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船，那大家以后是不是像开跑车一样，也可以开着太空飞船在火星和地球之间兜风呢？那前提是你得很有钱。近日，英国交通管理部门正在测试一种新型的 AI 摄像头，这种摄像头可以识别出涉嫌酒驾或毒驾的行驶车辆。这款名为 Heads Up 的 AI 设备能够实时监测道路的使用情况及可疑的驾驶行为。如果一辆车在道路上跑得忽快忽慢、忽左忽右，完全不讲路数，那么这种 AI 摄像头就会发出警示通知。交警人员接到消息后，会立刻在车辆前方设置拦截点，并对驾驶者进行酒精或毒品的现场检测。这种设备可随时部署到任何道路上，而驾驶者在被警方拦截前，并不会察觉到自己已被 AI 监控。开发该技术的 Acusensus 公司英国区总经理 Jeff Collins 强调，酒驾或毒驾导致的事故是普通驾驶的6倍。如果能在悲剧发生前及时阻止驾驶者的异常行为，这也是功德无量啊！拜托，无人驾驶快点来吧，神的 AI 在这里给我们找茬。苹果自乔布斯时代就被立下了很多规矩，自家的支付更是外人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然而，近日热门游戏模拟器 Delta 成为美国 App Store 中首个支持第三方支付的应用程序，这标志着苹果在支付政策上将开始逐渐松动。苹果早在今年1月就公布了这项特殊的授权，但获得授权似乎并不容易，而且即便获得授权，苹果仍然会从第三方支付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分成，即便和以往相比，这种收费会更低。目前此类授权主要面向参与 App Store 小企业计划的开发者，但 Netflix 和 Disney 加等流媒体应用以及纽约时报等新闻 App 则被排除在外。看来小钱能舍，大钱苹果还是舍不得啊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苹果现在竟然放开了第三方支付，照这条歪路走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苹果就变成芒果了。100多年前，美国莱特兄弟模仿鸟类的翅膀制造了飞机，但鸟类灵活的双腿却总是难以被复制。近日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与加州大学合作开发了一种名为 Raven 的机械乌鸦，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一对灵活的机械腿，利用仿生学原理，其安装了能够储存能量的肌腱状弹簧和灵活的脚趾，实现了鸟类基本的活动能力，不但能走能跳，还可以让 Raven 在复杂多变的地形中自由起飞。长久以来，固定翼飞机只能在跑道上起降，多轴旋翼无人机虽然灵活，但能耗太大，面对特殊的地形也无能为力。所以科学家们将视线转向鸟类的双腿，并获得了灵感。他们设计了尖端的数学模型，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，通过实验优化，最终打造出了 Raven。它的体型与普通乌鸦差不多，翼展为100厘米，体长为50厘米。不但可以行走、跳跃、穿过障碍物和缝隙，还可以弹跳起飞。起飞时，它的双腿以 2.2 米每秒的加速度，可以将身体弹射到 0.5 米的高度。实验证明，这种弹跳起飞的能源效率是静态起飞的10倍。未来 Raven 会依靠这双机械腿实现降落减速、游泳、栖息和抓握物体等操作，并应用在紧急搜救、环境监测、科研探索等多个领域。既然这个机械腿这么厉害，那以后能不能安装到人的身上呢？我不想要，我可不要变成人体大蟑螂。我想要。2018年9月 ，Meta 因系统安全漏洞导致全球2900万 Facebook 用户信息泄露，其中300万个账户位于欧洲。泄露的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、电子邮件地址、电话号码、性别、住址、家庭成员和其他个人资料。
近日，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公布对 Meta 的调查结果。依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，Meta 存在多项违规行为，因此处以2.51亿欧元的罚款。对此 ，DPC 副专员格雷厄姆·奥尔表示 ，Meta 的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存在很大的安全漏洞，这导致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存在非常严重的泄露风险。另外 ，Facebook 还收集了一些十分敏感的个人数据，其中甚至包含宗教和政治信仰、性取向等隐私信息，并且允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展示这些个人资料，这简直就是在玩火。Meta 公司对这一裁决随后做出回应，表示他们将行使上诉权，并狡辩说2018年发现数据泄露后，公司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了安全漏洞，也通知了受影响的用户和相关执法机构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避免这种数据泄露呢？我有办法，未来再有 App 问你的个人信息的时候，一问三不知。马斯克到底为什么要收购推特？可能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好麻吉川普解封账号，但最近听说他要推出 Xmail 电邮服务，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困惑了。目前 Gmail 在全球已拥有超过18亿活跃用户，小马这是要碰瓷吗？一位 X 用户得到这则消息后，发帖询问电子邮件格式会不会是 username@x.com。马斯克直白地答道：“是的。”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，就有公司工程师在 X 上询问马斯克何时会推出 Xmail， 他的回答是 It's coming。但为什么非要推出自家的电邮服务呢？马斯克曾经对中国的微信很羡慕，所以也想打造一个类似的万能社交 App。目前 X 平台已经集成了名为 Grok 的免费 AI 聊天机器人，自家的网络支付等功能也即将推出。据说未来 X 的部分服务甚至可以替代领英这种专用的工作门户，但需要打造出这个万能社交 App 的软件生态系统。那用户只能通过电邮来注册开通各种服务，看来马斯克又在憋大招哦。本周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出警告 ，Win10 和 Win11 用户需尽快安装最新的系统补丁，防止编号为 CV202435250的 Windows 内核漏洞被恶意利用。DevCore 研究团队在 Point2On 2024黑客大赛上利用该漏洞，成功攻破了 Windows 11系统。整个攻击过程不需要与用户交互，攻击者在本地就可以获取系统权限。另外，著名的 Adobe Code Fusion 软件也爆出漏洞，编号 CV202420767，攻击者可利用暴露在互联网上的 Code Fusion 服务器管理面板绕过安全措施，无需身份验证就可以读取系统及其他敏感文件。目前已发现有超过145000个暴露在互联网上的 Code Fusion 服务器存在安全风险。为什么 Windows 这么多漏洞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漏洞，所以说司空见惯啦。NASA 近日宣布，人类首次地外飞行器事故调查报告出炉。2021年2月18日，机智号直升机随美国毅力号火星车一起登陆火星，其重约1.8千克，有4片旋翼，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。同年4月19日，机智号在火星上进行了首飞，随后它执行了71次飞行任务。但在今年1月18日，由于导航系统故障，其旋翼叶片在硬着陆过程中损坏，导致后续无法再次飞行。NASA 当时只能宣布其任务终结。本次报告中 ，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任务管理人员表示，机智号将在火星上开启第二生命。JPL 项目经理 Teddy Tasanitos 解释说，事故现场距离我们超过 1.61公里，没有黑匣子，没有目击者。我们无法走近并触摸机智号，虽然我们只能掌握的少量信息，但我们发现除了旋翼损坏，机智号的航空电子设备、电池和传感器仍然可以正常工作。机上的数据存储空间还可以使用20年，这意味着机智号可以变身为火星气象站，它将在每个火星日继续进行气象测量和图像拍摄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数据可能无法传回地球，因为毅力号火星车还在探索火星地表的路上继续前进。随着它与机智号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很快机智号就会失去与地球的联系。Tasanitos 表示，我敢肯定，在下个月内，我们将和机智号说再见，直到20年后我们的宇航员抵达火星，我们才能和这位先驱者再会。这简直是荒野求生版的瓦力。机智号孤零零在火星上顶着沙尘暴记录天气，拍点照片，还得给自己充电，好可怜。我想请问您，既然火星上有沙尘暴，过了那么久，如果人类再次登上火星，你确定还能找得到机智号吗？既然蒸汽可以发电，火力可以发电，太阳能可以发电，为什么人就不能发电呢？近日，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超薄柔性热电薄膜，能够把人体散发的热量转化为电能，从而为可穿戴设备供电。这项技术使用了微小的纳米晶体材料碲化 B， 利用高温高压技术将其制造成了柔性薄膜。这种材料可以舒适地佩戴在皮肤上，有效地将人体和周围空气之间的温差转化为电能，以后出门就不用
带充电宝了。手机没电的话，赶紧吃个汉堡就可以为手机充电啦。科学家们未来还打算将这种材料集成到纺织品中，智能服装的大门就要打开了。另外，汽车的排气管和发动机上也可以集成这种材料，把产生的热能转换为电力，不但能提高燃油效率，还能减少排放。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以后健身房直接改名人体发电厂，撸铁的同时还能够全场供电，那岂不是美哉哉？人送外号赛博活佛，全球最大的网络服务商 Cloudflare 近日发布了年度互联网流量报告，揭示了2024年全球互联网流量的关键变化和未来趋势。报告显示，今年全球互联网流量同比增长 17.2%， 谷歌仍然是全球访问量排名第一的互联网公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4年上半年全球互联网流量增长相对平缓，但在8月中旬开始明显加速，并持续到11月底。这可能是由于越来越多的 AI 公司将自家的大模型接入了互联网所导致的流量飙升，毕竟训练这些大模型玩的就是海量数据。而美国再次成为全球互联网 bot 流量的主要来源地。关于 bot 流量，是指那些非人为主动产生的互联网流量，其中包括搜索引擎所使用的超级爬虫、网络性能测试和网络监控等行为所产生的被动流量。当然还有一些恶意流量也不能忽视，譬如黑客使用的 DDoS 洪水攻击也会产生的巨大网络流量。在这方面，美国的 bot 流量占比高达 34.6%， 排名第二的德国为 6.8%， 紧随其后的是伊朗、中国和新加坡，英国则以 3.2% 的占比位居第6。另外，手机、平板等移动设备产生的互联网流量达到了 41.3%， 其中 iOS 设备达到了1/3， Android 设备占有2/3。在浏览器方面，谷歌 Chrome 浏览器流量占比为 65.8%， 绝对的遥遥领先。苹果 Safari 浏览器以 15.5% 的占比位居第二。搜索引擎方面，谷歌的流量占比超过 88%， 再次碾压所有后来者。Yandex 和百度分别以 3.1% 和 2.7% 的占比位居第二和第三。微软的 Bing 的占比为 2.6%， DuckDuckGo 的占比为 0.9%。Cloudflare 的数据还显示，全球互联网宽带速度最快的国家居然是西班牙，达到了下载速度每秒 292.6 兆位和上传速度每秒 192.6 兆位。这难道是西甲转播的功劳吗？或者是斗牛士太过热情的原因吗？听说现在地球上一半的电费已经被 AI 花掉了，难道连网费它也不放过吗？以上是本期播报，感谢观看。